尊敬的面粉们好，我是面具人。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各位观众啊，尤其是西安的朋友们，太惨了。今天咱们主要来讲两个事儿啊，主题还都是与钱和命有关的问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给大家炫耀一下面具人带会员们赚钱的最新战绩啊。关键词儿是1天1倍，4天4倍。对，4天4倍，你们没听错哦。如果说你跟着面具人我进场了，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就意味着你4天就已经赚了4倍了。你投10万，4天变40万，不对，50万。大家来看这张图啊，这是我上期节目，也就是4天前给大家提了一嘴的。我上个节目也提过一嘴。不过呢，我当时都说了是，我只带我的会员先入场测试，看看它究竟能不能涨。OK， 看图，仅仅是因为面具人提了一两嘴，然后呢，这个击币就成为了雪崩链上排名第1的 NFT。为啥？因为面具人我的影响力是真的。你别看我的播放量才1、2万，可是这些播放量就是1、2万的真人观看啊，有1、2万的人在看，影响了1、2万的人。当然了，面具人我也可以花钱刷流量、买评论、刷点赞，就跟你们看到的那些个大外宣和骗子博主们常用的套路是一样的。刷流量往几十万的刷，再给下面刷一堆啊！我看你的视频我好爽呀！啊，我不看你的视频我就难受呀！刷一堆舔屁眼的留言，我也可以这么做呀。你是觉得面具人我没钱做，还是我做不到？但是面具人我觉得那样做太丢人了。我面具人是没钱刷吗？还是我刷不起？哼，我只想告诉你，我有的是实力，我带火的币太多了啊！往上数 ，AXS、Axie、平头哥、蛋糕币，这些币在中文地区都是面具人我推火的呀。同时呢，他们也都是翻倍暴涨了，有的还都是翻了几十倍的了，对不对？那刚才说到击币了啊，今天面具人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击币吧。这个鸡币俗称养鸡 NFT， 说白了就是买它一只鸡的 NFT， 然后呢让这个鸡下蛋，这个蛋是他们平台的治理代币啊。蛋呢也是可以随时交易的。如果说你不想交易了的话，你想收藏这个蛋的话，你就用这个蛋质押。那质押了以后就可以产生饲料，饲料呢又可以用来养鸡，于是呢就形成了一个循环：鸡下蛋，蛋产饲料。饲料喂鸡，鸡长肥了以后就可以下更多的蛋，更多的蛋就能产更多的饲料，更多的饲料就能养更肥的鸡，如此循环。看起来呢是无限膨胀的，但是呢鸡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蛋的产量与饲料的产量会达到一定的饱和程度啊。你们别看这个它每天都在下蛋，每天都在产饲料，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们了，咱们先不说遥远的几十年以后啊，就光说以太坊、比特币啊，包括其他的币，现在是不是也都是在每天的被挖出来啊？我刚才说到了这个产量的问题，说到了这个鸡蛋、鸡饲料，可能就会有人想到了那个 SLP 和 AXS 的阴影啊，想到了 Axie 的阴影。你们别急，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天地之差，有非常大的差异，有本质的差异。我等会儿在节目最后再给你们揭晓，你们耐心的看完就知道了。面具人，我想说啊，这个击币是目前雪崩链上为数不多的优质的 NFT 项目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我目前在测试啊，过几天我可能会公开给大家。总之呢，这个击币啊，它的潜力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官方会发展自己的 NFT 平台、游戏平台，以及之后呢还会推出斗鸡游戏，用以消耗鸡的产出。总体来说呢，这个项目目前呢是处于非常前期的阶段。那在最前期的时候，我也已经带我的会员们进场了。那这个利润你们都是肉眼可见的，对吧？我第一次提击币的时候，那个时候地板机的价位只有2AVAX 一个，目前呢地板机的价位已经涨到了8AVAX 一个了。
同样的，鸡蛋和鸡饲料也都是已经翻倍涨了啊！你们可以看图，这些涨幅都是肉眼可见的，对吧？肉眼可见的涨幅，再说一遍，肉眼可见的涨幅啊！所以说，各位，现在你们要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鸡币都已经涨了这么多了，现在还能不能入场？入场的理由在哪儿？看，这其实跟我刚才提到的 Axie 与鸡的区别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关键，是关乎于你们现在究竟能否入场的问题，以及入了场以后能否赚钱的致命问题啊，关键问题。那这个问题我留作压轴，放在今天节目的末尾再说。你们目前反而应该先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加面具人的会员有多么的重要呀！你只需要每个月花点去健身房的钱，就能见脑，就能得到很多最新的政策消息，就能得到投资点位，让你赚钱，还能知道共产党的坑爹政策，而做到提前预防，保财保命，这不挺好吗？哎呀，一说到共产党的坑爹政策呀，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恐怖故事了。等一下啊，在我开始讲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一定要打开小铃铛啊，否则呢，不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面具人的发财赚钱的项目。你看，错过了这个鸡4天4倍，1天1倍，多可惜的，是不是啊？说不定你有点钱投资了这个鸡以后，仅只需要4天时间，就能让你赚够，改变你一生的钱了。当然了，面具人我是不建议梭哈的，但是呢，这个利润就摆在这儿了，对不对？顺便呢，把面具人的节目转发到 Facebook、Twitter 之类的3个媒体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我的神秘大奖，是一个能让你们跟着我赚钱的机会哦。好，咱们来说西安啊，西安的封城已经有好几天了。面具人，我是觉得这个西安的封城啊，让我看到了人性当中最恶劣、最黑暗的一面。有些视频呢，我是不能放出来的，因为太黑暗了，容易被和谐啊。你们想看的，等会儿可以到我的群里面去看啊。现在呢，我只能用嘴给你们描述啊，那就是冰天雪地里，那些个穿着防护服的红袖章们，直接就把那个货车司机啊给锁死在门里了，零下好几度，把他就锁死在货车里了。那这个人的下场你们就可以想象啊。然后呢，更可怕的来了，就是这个视频啊，还要配上小孩唱歌，感谢你，感谢你，正能量啊，让大家去学习这种光天化日下杀人的感觉。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什么价值观呀？要让小孩去歌颂这种光天化日的杀人的行为啊，让小孩去歌功颂德、爱党爱国。现在这些西安人呀，被困在家里，只有少部分的公家单位的小区有人送吃的，大部分呢都是快把家里面的余粮、把家里面存的东西给吃完了，甚至呢有很多人都已经是没吃的了啊。开始做出了一些，你们懂的，因为人饿了以后呀，饿极了就会做出一些比较夸张的行为。比如呢，这就是我为什么标题中说了，共产党把西安人变成丧尸了啊！真的，这些人做的行为呀，太夸张了，直接就开始抓野狗野猫吃了。他也不管这些野狗野猫身上有没有狂犬病，他也不管这个什么虐待小动物之类的啊，他就是直接把那野狗野猫抓过来就吃了，血里马虎的就给吃了，就跟那个丧尸吃肉一样，一群人扒着这些个小动物的尸体就吃。面具人，我细思极恐了一下啊，那是现在还有野狗野猫给你吃，那万一没野狗野猫了呢？野狗野猫都被你们这些丧尸吃完了以后吃什么？地狱也不过如此嘛，人相识，孩童鼓励别人杀人啊，地狱也不过如此呀。这些西安人和当年的武汉人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的，面具人我还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说过啊，这个西安人的奴性是非常严重的，仅次于山东人啊。
你们看，哎，你别不信面具人我说什么地域歧视啊，当然了，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只不过你要看平均水平，看普遍现象，对吧？你看，共产党把西安人剥削了，共产党把他们关在家里，这些人呢还要唱歌，还要爱国爱党，这些人自发的组织起来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用男高音给你们唱一遍哦，你们不要哭哦。噗，真恶心，想到我要唱的时候我也恶心。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些人真的就是自发性的组织起来唱这种歌啊！看，共产党不让他吃饭，共产党把他跟那个牲口一样、猪圈一样圈起来打针啊，还要坑他们的钱，还要把他们的银行卡没收，还要搞数字人民币，然后呢，他还爱共产党，支持共产党这么做。哎，这些人呀，你把他饿死，他都不反抗，没有一点脾气。面具人，我想说啊，疫情只是个幌子，共产党搞这些运动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统治。我告诉你们一个党内话术啊，这种统治模式叫做，尤其是现在西安的这个运动啊，叫做网格化统治的压力测试。党内的文件叫做网格化治理常态化的应用推广测试。那什么叫做网格化啊？面具人，我去年已经不厌其烦的说过了好多遍了，我当时就劝你们赶紧出国，否则呢，网格化治理就是你接下来要面对的。网格化说白了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甚至以个人为单位啊，把你给隔起来，把你给网起来，封闭你的五感。我去年就说过，每个人都像是被装在了一个保险箱里面，看不到，听不到啊，跟外界接触不到，同时呢，自己也出不去，他的声音也发送不到外面去。每个人都是孤立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说每个人都是相对孤立的，但是所有的人在党的面前都是暴露无遗的。每个保险箱里面都有着全面的监控，你有任何不轨的行为都会被我党看到，然后呢处罚。你看现在网络监控、数据监控，包括每个人挨家挨户门口都要装上警报器，把你每个人都孤立起来，把你每个家庭都孤立起来。那你们知道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不？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旁边的人，你隔壁的人被杀了，你都不知道。同时呢，你被杀了，别人也不会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想，哎，别人被杀了，关我啥事儿？对，不关你啥事儿。但是呢，这个事情轮到你了，你被杀了，你被整了，你被搞了。同样的，别人也不会知道，别人也不会关心你。地狱无非就是人相识，人互害，对不对啊？虽然说这种反人权的这种极端的行为啊，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抗或者是不适应啊，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反抗的，他也就是不适应。但是呢，共产党就是要这么做，就是要看看这样子去整你们，你们会不会反抗？这就叫做压力测试，这就叫做常态化应用推广，把人整到快饿死。整到我要给你体内打什么药，你就得乖乖的送过来打，整到你精神快崩溃的极限状态下，再看看你反抗不反抗。同时呢，推进网格化治理的适应性，然后呢，还要引导这些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心理应激障碍，引导那些洪秀章呀、城管呀、警察呀去镇压这些个韭菜，再让这些韭菜们心里去变态，歌颂共产党。他被割了，他被坑了，他快被饿死了，他还要歌颂共产党，他还要举报周围的人，让别人过得不好，见不得别人好。看到别人过得好了就去举报，看到别人过得好了，他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呢，就让这些变态人互相坑害。互相坑害还不行，不仅要互相坑害，还要歌颂共产党。他们完全意识不到，或者说就算能意识到，就像那些洪秀章们，
他们就很清楚的、非常的明白自己就是在帮共产党作恶，他就是要害别人，他就是要，你看那些个楼道大妈呀，那些个洪秀章，装逼的，我操，好像除了共产党，他就是土皇帝一样啊，这些变态人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变态的互相的生活着，互相的坑着。面具人，我在去年的时候就说过，武汉模式会全国推广，以后的中国人呀，就会像那笼子里面的狗啊，主子允许你出来的时候，放你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出来；不让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出来。给你吃的，让你吃，你才能吃；不让你吃的时候，你就要乖乖的学狗叫，讨饭吃。再加上习近平，你们去看一下啊，习近平现在为什么要搞教育改革？因为教育它是产生灵魂的摇篮，毁掉教育，就只能造就那种千人一面的应激机器人，这种人是没有灵魂的啊！你看现在的这些小孩，从小啊，统一的知识化的洗脑。灌输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人和100个人和1000个人、1万个人，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状况，而做出来的心理反应是一模一样的。那这种人就不算是人。人之所以称为人，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共产党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他要做到的就是每个人都能被量化，每个人都是能被大数据管理治理，每个人都是有统一的剧本的，他们就是这个劳动力生产机器人，年轻的时候、青春的时候就生产劳动力，到快死了就给你打几针，让你得上某种奇怪的病，然后就把你送进医院治疗你的什么癌症，把钱花完，然后就死掉。体质好的就延迟退休，让你继续干啊，干到死。你们再去看一看啊，去年共产党搞过什么？挖中国人祖坟，把那个山西的人的祖坟都给挖了。那祖坟挖了怎么了？祖坟挖了，这些人不照样还歌颂共产党，对吧？甚至有些人呢还说挖祖坟挖得好啊，反正又不是挖我家的祖坟啊，反正我家的这个祖坟早就火化了，对吧？北京驱赶低端人口，冰天雪地里就把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全部赶走。你们要知道啊，中国人怕的是啥？怕的就是没工作、没饭碗吃。但是呢，我共产党就是要测试一下，把你赶走了，看你能活不？看你造反不？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他先人、他的祖宗的祖坟。但是呢，共产党他就是要测试一下，看我把你家祖坟掘了，看你反抗不？然后呢，你看就在西安搞这种，把人关在家里面，啥都不让干，把你关在家里面还不行，我就不给你吃的，让你在家里饿死，要么呢你就拿高价钱买高价菜，对不对？回收人民币的方法又多了一个，你人总不能不吃饭吧？你人快饿死了，再贵的菜、再贵的饭你也都得买嘛，是不是？有些人可能会反驳面具人我了，这个把人关在家里是为了防疫，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啊？那就是，你去看西安人可以成千上万人的去排队做核酸，几百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面去做核酸，他怎么就不能去超市买东西了？去超市买东西就是破坏世界和平，就是传染病。那这几百个人堆在一块儿，堆在一堆去做核酸，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就不会传染了。从这个角度你就能看明白，共产党他就是要整人，他就是要把你锁在家里面，然后让你自己乖乖的把钱拿出来买他那个什么200、300一把把的菜。各位观众，让人精神变态，互相吃小动物，互相害，互相快被饿死了。把你的孩子从小大脑就给剥夺了，把你小孩的灵魂就给燃烧了让你们互相的把你全家人都坑了，把你的韭菜割了，还要让你歌颂他，还要让你的孩子去唱那些感恩别人赞颂那些光天化地里面光天化日里面杀人的还要唱那种赞歌。地狱不过如此呀，
甚至地狱都不如这个呀。我要是，我有时候啊，我就在做噩梦，我咋又回到中国了？妈呀，那个在梦里面的绝望的感觉啊，你简直是无法想象。所以说，各位观众，赶紧赚钱脱离地狱吧。那说到了赚钱了，面具人今天可以公开的给各位讲讲这个鸡鸡了。有些人总说面具人，你每次和会员进场了以后，赚了好几倍了以后，才公开的给我们普通观众说。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看，我想问你，你说我每次先带我的会员们赚钱，那你说人家为啥花钱办会员？人家为啥花钱进会员？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入场时机，更大的利润吗？对不对？现在这个鸡其实你们也都是可以买的。我告诉你们啊，来，现在揭晓我开头说的鸡和 Axie 的区别。其实这个鸡它就是有点类似 Axie， 但是鸡的前景我觉得更好，因为这个鸡啊，它改善了 Axie 的几个缺点。首先呢，鸡的膨胀速度没有 Axie 那么快。为啥？因为鸡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且呢，日后呀，它也会出那种宠物对战的游戏，日后的斗鸡游戏获得的资源呢，不会像 Axie 那样水涨船高。你像 Axie，玩的人越多，它产出的 SLP 也就越多。可是呢，这个斗鸡游戏啊，你玩的人再多，但是鸡饲料的产出速度始终都是那么多，因为鸡只有那么多，所以呢，玩的人越多，鸡饲料的供应也就越稀缺。在 Axie 里面，玩家的数量上涨并不能缓解 Axie 的经济压力，甚至有可能会增加经济压力。但是这个鸡的世界里面啊，鸡的产出速度、鸡蛋的产出速度，包括那个鸡饲料的产出速度啊，最终都会饱和的，始终就是产那么多。那么这也就是说，玩家的数量上涨是无法影响鸡的产量、鸡的饲料的产量、鸡蛋的产量。但是在 Axie 世界里面，玩家的数量越多， SLP 的压力也就越大，对不对？玩家数量的增长只会增加它的消耗量，最终呢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但是 Axie 不一样， Axie 的币的产量是随着玩家的增加而增加的，也就是说，玩的人越多，产的币也就越多。但是谁来接盘呀？接盘的人越多，这个产量就会更多，那这个泡沫就会始终吹大，就无法弥补。可是鸡不一样啊，鸡的这个蛋消耗了就消耗了，饲料消耗了就消耗了，它的产量始终就是那么多啊。玩家越多，相对来说这个产量是降低的，而不是像 Axie 那样，玩的人越多，产量也就越高，最终呢这个泡沫无法弥补。我再换一个角度给你们解释，方便你们理解啊。游戏公司的点券点卡你们都知道吧，玩过游戏的都知道，那游戏公司的点券点卡都是无限的，对吧？影响游戏公司收益的就是玩家的数量而已，玩家是无法直接影响游戏公司的产出的。相对于玩家数量的增长，游戏公司的点券是按需分配的，或者说是你要多少，我的供应量始终都是大于你要的多少。但是呢，我不会直接我游戏公司一下印的出的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用的那种用不完的点卡，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们， Axie 的经济压力是随着玩家数量的上升而上升的。这一点呢，是使用任何办法，包括它 Axie 官方，它也已经想了很多办法都解决不掉的。为啥？我就问你，你想推动 Axie 的币价上升，你是不是就得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进来？但是呢，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币产出呀，那就相当于你的推广就白费了，懂了没？而鸡的经济压力是随着玩家数量的上升而减小的，听懂了没？如果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同样的是鸡和 Axie 这个游戏涌入了同样多的玩家，那鸡的经济涨幅一定是大于 Axie 的，因为
鸡蛋的产量和 SLP 的产量是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啊，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啊。鸡蛋的产量始终就是那么多，玩家越多，抢鸡蛋的人也就越多。但是 SLP 不一样，玩家越多 ，SLP 越多，这个泡沫始终都在，无法消灭。所以说呢，人数的发展反而会对 Axie 造成压力，这也就是为啥你看，玩 Axie 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这个 SLP 它的价位反而跌了。很多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面具人我今天这么给你一说，能想明白了吧？可是玩家数量的上升对鸡是百利无一害的。怎么说呢？那就是 Axie 的经济这块啊，它的经济平衡就没做好，也错过了最佳的平衡时机。算了 ，Axie 说到这儿啊，也就到此为止了。咱们继续说鸡啊，现在的鸡还远远没有到它的通胀期呢。目前呢，鸡还是很早期的项目啊。你别说面具人和我的会员都已经翻了4、5倍了，但是你再去看一看 Axie 翻了多少倍 ，AXS 翻了多少倍，翻了40、50倍都有了吧，对不对？当时面具人说 AXS，那个时候我说是3块。3块说到了20，20说到了40，40说到了50，可是后面进场的人依然是赚呀，对不对？只是到了 Axie 的瓶颈期了以后，那个时候你进场肯定是，利润不大，或者是会亏一些。但是呢，在此之前，面具人和我的会员早就赚满了，现在这个鸡也是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抱着娱乐的心态买上2只鸡，反正也不贵，就几千块钱嘛。并且呢，你买了这个鸡以后还能玩，对吧？而且这个鸡每天的收益还都可以让你赚点生活费。而且这个鸡你就算不玩，放到那儿，就像有些，而且这个鸡就算你不。而且这个鸡你就算不玩，只放到那儿，就像很多 old school 他不会玩游戏一样，就放在那儿，它也是有被动收益的，鸡可以给你下蛋，对吧？我毫不夸张的说啊，就目前的这个币价，鸡每天下的蛋的收益，让你赚点生活费还是可以的啊。你就算像西安人那样被封城锁在家里面不能出去干活赚钱，但是你有鸡，这个鸡下的蛋，能让你买点高价菜，能让你改善一下饮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反正前几天和我入场的会员朋友们，包括能及时的收看到面具人节目的打开小铃铛的那些人胆子大的敢进场的，现在都已经翻了4、5倍了，对吧？当然了，这个鸡的风险点还是有的，那就是跟很多的币、跟很多的游戏是一样的风险这个是属于物理风险，那就是没人玩了嘛，那就是共识崩塌了嘛。但是这属于硬性风险，任何一个币、任何一个经济体没人玩了都会崩塌但是在此基础上它改善了很多 Axie 的弊端。别急，鸡你没跟上，面具人我的好项目还多得很呢，我还有2个好项目这2个好项目我也是只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先公布一个是能让你长长久久的没有任何风险持续赚钱的项目，一个呢是一个爆炸的50多倍、60多倍跟 AXS 一样的超级好项目。刚说到了会员，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个重大的悲剧消息，那就是到明年面具人的会员群收费就涨价了。今天是涨价前的最后一天如果各位有想要入会员的，那就抓紧今天吧，否则呢，到了明天、到了后天就会涨价了。为啥呢？毕竟面具人我也要跟上版本节奏嘛。你看智哥、提神那些不如我的博主们，他们的收费是远高于面具人我的收费的。总不能说那些个不如我的博主们都涨价了，面先知我不涨。再说了，随着会员群人数的增加，我的管理成本也会变高，对吧？当然了，面先知我跟那些博主不一样我的战绩、我的准度
包括我对政治经济的判断能力，哎，我的往期视频就在那儿，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翻。我跟那些个不要脸的不一样啊，昨天明明说错了还不承认，还要说自己昨天说对了，专门骗那些新观众。我的视频都在那儿啊，经得起考验。涨价前的入群机会，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说呢，想要入群的面粉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哟。如果说你想要赚更多的钱，想紧跟面具人布局新项目，达到远高于别人的利润，想要知道币的精准点位的，想知道共产党的坑爹政策是如何害你的，而做到提前预防，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